虎生灵，哪个不归我管？我叫他三更死，他就活不到天明。我是地府当差的判官，为阎罗王处理公务，职责是勾画凡人生死。这天，天界来了位不速之客，声称想要找一个人，玄冥判官大人，生死簿上可曾有过顾渊之名？顾渊正是我前世的名讳。听到这名字，我心头一震，缓缓抬起眼帘望去，发问的竟是与我纠缠百年的妙书仙姬。我与他曾有过三生三世的凡间情缘，到了第4世，他却说要助竹马渡劫飞升，许诺我只需等他一世。可我最终等来的却是他，亲手刨出了我的内丹，只为给他的竹马筑基，又剥去我的仙骨，替他的竹马重塑仙身，最后将我打入万劫不复的龙渊，任凭那里的煞气将我侵蚀，直至我魂飞魄散。这一切只为哄他那宝贝竹马开心。望着他那副焦急的神情，我语气冰冷的回了句不曾见过。当真？妙书紧紧盯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怀疑。我只是低垂着头，整理着案前的生死簿，没再看他。借着阴影遮住大半面容，我脸上虽戴着面具，可毕竟是做了几辈子的夫妻，我不想被他认出如今的模样。若是真的魂飞魄散了，便会彻底消失于6界，永世不得入轮回。我压着嗓子沉声解释，他怎么可能会魂飞魄散？妙书却突然嗤笑一声，我握着生死簿的手猛然一僵，心底瞬间泛起无尽的苦涩。想当初我仅是瑶池里的一朵金莲，能够化为人形，全靠妙书渡我的那点微末道行，又怎能抵挡住龙渊那噬骨的煞气？更何况那时我内丹已是仙骨被剥，被剖出内丹的剧痛至今仍刻在骨里。妙书举着玄刀，嘴上却说着不约，不会疼的，你的内丹还能再修。可是仲夜已经等不及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像我这种法力低微的小精怪，一生根本就凝结不出第2颗内丹。那烧得通红的利刃就那么毫无征兆地刺进了我的身体，狠狠地勾住了我的内丹，再猛地向外一扯，与内丹相连的经脉寸寸断裂，剧痛瞬间传遍我的4肢百骸，痛得我眼前一阵阵发黑。我哭喊着求妙书停下来，他脸上却没有流露出半分不忍，反而在仲夜的催促声中，下手变得更加狠厉。他挖我仙骨时的场景我也记得清楚。妙书又说，仲夜飞升在即，你的仙骨就先借给他用用，好帮他顺利度过雷劫。等以后我找到了九阳灵参，一定再为你重塑一副仙骨。可那九阳灵参万年才结一颗，还藏在凶险的魔界银坟之中，寻找起来难如登天。可一旦没了仙骨，我就只能像个废人一样瘫在床上，从此再也动弹不得。仲夜见我瘫倒在床，便对着我极尽讥讽，可一见到妙书，又立刻换上了一副内疚自责的嘴脸。他红着眼对妙书说要去寻九阳灵参，我这身子骨不方便行动，不如先给他安上一双猪蹄吧，好歹能暂时走动起来。仲夜手里还提着2只黑乎乎的猪蹄，妙书竟然想也不想就同意了，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。妙书带着我和仲夜前往灵坟，找了许久才终于挖到了灵参，仲夜却四处乱闯，引来了魅魔，结果我与他双双中了情毒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妙书再一次选择了仲夜。顾渊，仲夜现在比你更需要我，你且先忍耐一下。他们2人就当着我的面开始宽衣解带，肆意纠缠，急促的喘息声不绝于耳。而我在一旁被情毒噬心，疼到硬生生咬碎了自己几颗牙。我恨妙书，恨他让我亲眼看他与别人苟合，更恨他竟如此轻易地背叛了我们那3生3世的夫妻情分，脸上竟没有流露出半分羞愧。等到2人终于势毕，仲夜慢条斯理地提上裤子，还朝我投来一个胜利者的得意眼神。这时妙书才终于想起了我，可我早已心脉尽断，对那所谓的情毒再没了任何感觉。妙书，我刚才跟魅魔打斗的时候，仙骨好像又缺了一块，这可怎么办？妙书刚拿出灵参，本想为我修补仙骨，仲夜就楚楚可怜的来了这么一句。我听罢，绝望的闭上了双眼，因为在我与仲夜之间，妙书的选择从来都只会是仲夜。那双猪蹄只能支撑短短数月，很快就开始腐烂发臭。妙书说会再给我寻一对新鲜的来，我只是沉默着，目光投向窗外。如今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还不如早些堕入轮回。妙书很快就走了，说是去为我寻找重塑仙骨的法子，却留下仲夜一人来照顾我。仲夜直接将我从床上拖拽下来，一脚踩住我的头，还啐了一口唾沫，脸上满是小人得志的狂妄。顾渊，今生和妙书拜天地的是我，你是永远也抢不走他的，以后能留在他身边的也只会有我。等妙书一回来，便会是你的死期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去细想他话里的深意。我拼了命的想要挣扎，可现在的我除了能听会说，头颅能转，身体却根本动弹不得。仲夜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不屑地嗤笑了一声，脚下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。废物，实话告诉你也无妨，那一天我根本就没有中什么情蛊，我只是和那魅魔做了个交易，那只灵参是用来换他帮忙的，所以我的仙骨自然也毫发无伤。我震惊地瞪大了双眼，世上怎会有心思如此歹毒之人？这样的人也配修道成仙吗？不是都说仙人须心怀天下苍生，以救济天下为己任吗？仲夜就任由我在地上趴着，直到妙书回来的前一天晚上，仲夜这才叫人把我从地上架起来，简单的给我梳洗了一番，又重新扔回了那张床上。他一点也不怕我告诉妙书他虐待我的事，因为他知道无论我说什么，只要他跑到妙书面前一红眼眶，妙书就绝不会信我说的半个字。妙书并未带回什么重塑仙骨的新法子，他反而一进门就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，一把将我从床上拎了起来。你竟敢与那魅魔暗中勾结！说完便将我随手扔到一边，随即转身离去。我就这样在地上趴了整整10天，正是39隆冬时节，青石板上的寒气简直刺入骨髓。虽然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但我真的好疼，疼得难以忍受。他竟然说我伤害仲夜，他身后的仲夜则挑着眉梢望着我，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容。原来这就是仲夜口中所说的死期。我憋得满脸通红，声音艰难地从喉咙深处挤出来：我没有。难道我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与他人苟且吗？这岂不是自取其辱？妙书的眼眸微微闪
转动了一下，五指却握得更紧了。那是因为你的计划失算了，我最终选择救了仲夜。魅魔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你还想狡辩什么？妙叔已然下了死手，这次我连一丝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眼看我就要翻着白眼昏死过去，妙叔这才稍稍松开了力气，我终于得到了片刻喘息的空间，撕心裂肺的狂咳起来。而一旁的仲夜却走上前来，红着眼眶质问我：你到底为什么要害我？你是不是怕我飞升之后抢走妙叔，所以才想方设法置我于死地？我虽然也爱慕妙叔，可我绝不会像你那样用如此肮脏下流的手段将他强留在身边。倘若这内丹仙骨你真的想要回去，我现在就还给你好了。仲夜说着，竟真的做出要自剖内丹的架势。妙叔见状慌忙上前拦住他，脸上满是心疼的神色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他的内丹和仙骨能够助你飞升，这本就是他的福气，可是他根本就不希望我飞升，他就是想阻止我，我绝不会让他有机会阻止你的。妙叔说完这话，冷冷地朝我瞥了一眼，眼眸瞬间一沉，还不等我做出任何反应，他已经提着我来到了龙渊的上方。仲夜的飞升之日就在明天，我是绝不会让你有任何机会去破坏的，你就先在这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等他飞升结束之后，我自然会来接你。我低头看着下方肆虐翻滚的煞气，他们仿佛在疯狂地叫嚣着，让我快点下去。妙叔，难道你没想过，我若是下去了，便会魂飞魄散吗？咸涩苦楚的泪水缓缓流进了我的嘴角。不会的，妙叔的神色依旧淡漠如水，只要你不踏出我设下的禁制，那些煞气最多只会让你感到疼痛，并不会真的要了你的命。这也算是给你的一点小惩罚，让你不要再想着去伤害仲夜了。又是疼又是疼痛，他明明最清楚我有多么怕疼了，可他却偏偏让我疼了成千上万次。下一刻，我的身体便直直地坠入了龙渊之中，妙叔则牵着仲夜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无数的煞气在我身边飞速地穿梭呼啸，就像成千上万把游走的飞刀，一寸又一寸地割开我的皮肤。三生三世的情爱，加上今生的纠葛，不过是一场天大的笑话。我活在这世上，似乎再也没了任何意义。我猛地咬破了自己的舌尖，一大口鲜血随之喷涌而出，我的血瞬间打破了妙叔布下的禁制。刹那之间，无数的煞气疯狂地涌入我的体内，肆意地撕扯着我的魂魄。妙叔，你不是说要来接我吗？那你就下地府来找我吧。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已身在奈何桥头。阎王说，他从未见过我这般残破不堪的魂魄。我哭着求他，千万不要让我再入轮回，因为轮回之后，妙叔还是会找到我。我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撕心裂肺的痛苦。或许是看我太过可怜，阎王最终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。他帮我重新聚集了四散的魂魄，还将我收为了他座下的判官。你的声音倒是与他有几分相似。妙叔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将我从痛苦的回忆中拉了回来。他拧着眉头，死死地注视着我，那目光灼热的如同火焰一般。我整个人都紧紧地绷在了原地，再也不敢发出半点声响。一旁的阎王见状，适时地开了口：妙叔仙姬，既然这地府之中没有您要找的人，那您还是请回吧。妙叔这才缓缓收回了视线，语气阴恻恻地说道：顾渊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妙叔仙姬，妙叔仙姬。就在这时，牛头马面突然从门外冲了进来，结果和阎王撞了个结结实实。什么事情这么毛毛躁躁的？阎王揉着肚子没好气地问：奈何桥上的仲夜仙君，把蚂蚱奶奶的魂魄给打散了。听到蚂蚱奶奶这四个字，我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一掌狠狠地拍在了案桌之上。什么？妙叔也皱了皱眉，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悦。不就是那个几千年都不肯去轮回的孤魂吗？灭了也就灭了，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好一个灭了也就灭了，原来你们仙家就是这样慈悲为怀的。我咬牙切齿地说道，双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地嵌入了掌心之中。当初在地府刚刚醒来的时候，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蚂蚱奶奶。之所以会这么称呼她，是因为她在奈何桥边待了上千年，每当路过一个孤魂野鬼，她都会送上一只亲手编的草蚂蚱。她生前就是靠着编蚂蚱的手艺赚点小钱，手艺好的不得了，编出来的草蚂蚱个个都活灵活现的。蚂蚱奶奶总是会问有没有人见过她的儿子。我们初次相见时，她说我长得像她最小的儿子。她的儿子曾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大将军，离家整整13年，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，可他却没能等到儿子荣归故里的那一天就去世了，心中一直留有遗憾，所以才想在奈何桥上再多等等，希望能与他再见上一面。而这一等就是整整几千年。我一直不敢告诉他实情，他的儿子其实早已遭到了君王的猜忌，被秘密送去了不归山，魂魄早被那里的万鬼吞噬殆尽，是永远也不可能再来地府了。他说我长得像他的儿子，这1000年来便真的把我当成了他的亲儿子来照顾，时常开导我，让我放下心中的执念，早日去投胎，千万不要像他一样把自己永远困在这里。我曾向他倾诉过自己所有的委屈，他听完后总是会红了眼眶，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喊我一声好孩子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心疼的滋味。我从未有过父母，唯一的亲情便都来源于这位蚂蚱奶奶。可如今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情，最后也被仲夜给夺走了。他为什么总是要抢走我身边的一切？熊熊的怒火让我体内的真气开始胡乱冲撞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急切地想要冲破我的桎梏。放肆！你不过一个区区的小判官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天界的事情评头论足？再说了，仲夜可是神女与天帝的亲生儿子，他的身份又岂是你能随意指责的？难怪妙叔会那般义无反顾地帮助仲夜渡劫。妙叔嗤笑了一声，转身便想要离开。谁准你走了？我猛地暴喝一声，身形一闪便朝着妙叔的脖子掐了过去，体内那股狂暴的气息也终于冲破了束缚，我的周身瞬间被浓郁的黑气萦绕。妙叔的反应也极快，堪堪躲过了我的致命一击。你到底是谁？他拔剑刺向我，阎王嘶吼，玄冥不可，可我根本停不下来。
满心只剩滔天恨意，什么三生三世的情爱，在我受的千百委屈面前，连蚂蚱奶奶都比不上。我恨透了妙叔和仲夜，黑气暴涨，头顶竟长出一对金角，一声龙啸，响彻阎王殿。妙叔瞳孔地震，你居然是龙族！万年前海鲜大战，你们早就被灭了，龙印的魂魄也被镇压龙渊，你从哪来的？什么龙族？龙印？我现在只想要你的命！我飞快朝他袭去，剑气纵横，金光闪烁，阎王殿几乎被我们拆了，可体内那股气骤然消散，我瞬间落入下风，被他一掌击落在地，呕出大口鲜血。妙叔冷笑，我这就替天界铲除你这妖龙余孽。他举起软剑，杀气毕露，仙姬剑下留人，阎王掷出天章刀，替我挡下致命一击。怠胆阎王，你私藏龙族余孽，是想让6界生灵涂炭吗？你要是还护着他，我就卸了你的职，打你入18层地狱。阎王挡在我身前，眼神却温柔的不像话，示意我别怕。随即他转向妙叔，眼神冰冷，本王早就知晓他是龙族后人。妙叔念诀劈向阎王，你才几万年道行，你懂什么？是天界欺骗在先，还对龙族赶尽杀绝，说到底不过是仙界觊觎龙族的力量。阎王低吼着接下他一掌，枕边人下药，引天兵围剿。龙王龙印被自己的妻子亲手封印，龙族无罪，是天界不仁。如今龙族只剩他一棵独苗，本王拼死也要保下他。可阎王道行尚浅，很快就败下阵来，倒在我身侧。我脑中混乱，无数画面疯狂跳动。妙叔一把将我从地上掐起，表情同当年质问我勾结魅魔时一模一样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。金光闪过，我脸上的面具碎成2半，妙叔却愣住了，法术骤然收起，我直直跌入他怀中。他小心翼翼地描摹我的眉骨，眼神是前所未有的柔情。顾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气力散尽，只能瘫在他怀里。妙叔，带我回去吧，邀功也好，折磨我也罢，只求你放过地府的人。他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，片刻后竟变出面具为我戴上，还施法隐去我的龙角，封住我的内力，抱着我走出了阎王殿。奈何桥边再见仲夜，滔天恨意再次涌上心头。他正暴躁跺脚，看见妙叔怀里的我，眼神瞬间充满敌意。他是谁？阎王殿的判官，受了伤，我带他回去养伤。仲夜气鼓鼓地抱怨，我的生辰宴都要开始了，你再不来我只好下来找你。结果刚到这就被一个疯婆子拉住，嘴里念叨什么儿子，还给我一个草蚂蚱，丑死了。你看他把母后送我的琉璃衣都扯皱了，就为了一件破衣裳，他就灭了蚂蚱奶奶的魂魄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疼才能让我保持清醒。妙叔只是淡淡点头，没有接话。你找到顾渊了吗？仲夜试探着问。妙叔愣了一瞬，才道没有。他为何不说实话？仲夜明显松了口气，都1000年了，或许顾渊真的魂飞魄散了。不会。妙叔看着我，眼神无比坚定，我给他下过封魂印的，所以他绝不会魂飞魄散。他像是在对我解释，我却别过脸去，这故作深情的样子真让人恶心。妙叔，你会参加我生辰宴吧？仲夜察觉到他的不对劲，小心翼翼地问。先送你回去。妙叔直接避开了问题，抱着我便往前走。路过奈何桥，我看见了地上那个被踩扁的草蚂蚱。一路上妙叔都在为我输送灵力，我想不通，他隐瞒我的身份，又为我疗伤，究竟图什么？总不能是还惦记着夫妻情分吧？他马上就要嫁给仲夜了，从地府回天界必经龙渊，那痛苦的回忆再次涌来，我浑身战栗。妙叔察觉到我的不适，轻拍我的背，柔声道：阿渊，别怕，我在你身边。仲夜没听清他说什么，但见他对我如此温柔，眼神极度的快要喷火。妙叔，我有些累了，咱们先下去歇歇脚吧。妙叔犹豫片刻，点了点头，却没看到仲夜嘴角那一抹算计的笑。龙渊旁有座东来岛，灵气充沛。妙叔刚将我放下，仲夜便开口：妙叔，听说岛上有茄兰花能提升修为，你替我找一找好不好？我不想让父王母后失望。妙叔看了我一眼，见我被封住内力跑不掉，便应下了。我去寻你和玄冥判官在此处，不要乱跑。妙叔一走，仲夜瞬间变脸，满眼凶狠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抢不走妙叔的。我嗤笑一声，没看见是他上赶着照顾我吗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那也是被你骗的。仲夜气得跳脚，你等着，这里可是我的地盘。瞬间乌云密布，狂风呼啸，我被风沙眯了眼，再睁开时，一个老朋友已然站在面前。魅魔，给我撕烂他！仲夜厉声下令，魅魔猛地朝我冲来，千钧一发，一道剑影打断魅魔的攻击。大胆魅魔，是妙叔折返了。仲夜脸色一变，和魅魔对了个眼神，魅魔立刻将我俩同时掐起，悬在空中。妙叔，救我！仲夜满眼惊恐，眼眶瞬间就红了，而我被掐得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妙叔仙姬，好久不见啊！魅魔奸笑着，你偷了魔界宝贝叛逃，魔王可找了你许久，赶紧放了他们，不然我让你死无全尸。这2人，我只放一个。仙姬，请选。妙叔，我好疼啊，我好害怕。仲夜泪眼汪汪地看着他，又是2选1的抉择。当年他抛下我，现在也不可能选我，我选他。妙叔没有任何犹豫，指尖指向我。千百年，我终于等到他选我了，可是已经没意义了。仲夜先是一愣，随即脸色惨白的哭嚎：妙叔，你不要我了吗？魅魔哈哈哈大笑，那我就杀了他。他将仲夜抛下，魔气直冲我而来。妙叔大喊不要，可那魔气还没碰到我，竟被瞬间弹开。我体内有个声音响起，就凭你也敢伤无耳？倒地的魅魔大惊失色看着我，你居然是……话没说完，妙叔已用伏魔锁将他捆住。玄冥，有没有受伤？妙叔紧张地跑到我身边，上下打量。一旁的仲夜本想喊疼，却生生堵在嘴边。魅魔看向仲夜，仲夜也惊了，他没想到魅魔败得这么快，只能绝望地别过头。魅魔知道自己被放弃了，惨笑道：殿下，你当初千方百计要除掉那个顾渊，到头来妙叔仙姬还是没看上你了。你住嘴！重夜蹭一下站起身，听到我的名字，妙叔猛地转头，
蹙眉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仙姬可知我拿走的宝贝是什么？就是九阳灵根。不可能，灵根只有一个，已经给虫。”妙叔不可置信地看向仲夜，他不笨，瞬间明白了魅魔的意思。你胡说！仲夜气急败坏，一掌直接劈散了魅魔，四下瞬间安静。仲夜，你说实话，魅魔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仲夜死死回避着妙叔的目光，仲夜心虚地绞着手指。妙叔仙姬，远处白云飞来，是月华仙姬。殿下的生辰宴要开席了，神女见你们迟迟未到，特派我来看看。有劳月华仙姬先带殿下回去，我还有些私事要处理。妙叔扶起我，转身就要走。仲夜顿时急了：妙叔，你不和我一起去吗？父王说生辰宴上会正式宣布我们的婚事。仲夜，我对你只有姐弟之情，当年你立情节，我是迫不得已，我不爱你，也不会和你在一起，而且我有夫君。妙叔抬眼看我，满是坚定。不，怎么会？你是爱我的。顾渊死了，你还有什么夫君？难道你背着我又喜欢上别人了？仲夜面目狰狞的尖叫：我妙叔今生只会有一个夫君，那就是他，顾渊。他缓缓帮我摘下那已经碎裂的面具。你是顾渊，你没死，怎么可能？仲夜惊恐万分，月华仙姬则一脸懵逼。妙叔叹了口气：快带殿下回去吧，要开宴了。说罢，抱着我在他耳边柔声细语：顾渊，我爱的人一直是你，当年关你在龙渊，是怕你惹祸，我找了你好久好久，你怎么能一别就是1000年？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他自顾自说着感天动地的话，我却只觉得恶心。背叛就是背叛，曾经的深情早已随风而逝。脑海中另一个声音响起：我儿，当初保你灵魂进入瑶池果然没错，只有你的血才能解开你娘对我的封印。我法力尚未恢复，先送你回地府，那个老头会帮你。断断续续的话语揭开了1000年的混沌。我不是金莲，我是龙族神女流光与龙印之子。我曾亲眼看着父亲被五马分尸，跪着求他娘亲救救爹爹，换来的却是他狠狠一脚。低贱的孽畜也配喊我娘亲？他捏着我，直接将我的肉体捏爆。如今时机已到，我猛地拉住妙叔，我要去参加仲夜的生辰宴。天界太子的生辰宴极尽奢华，神女流光与天帝高坐其上，宠溺地摸着仲夜的头，一家人有说有笑，温馨至极。仲夜看见妙叔，两眼放光：妙叔，你还是来了。可看到我的一瞬，眼神瞬间阴沉。神女流光举杯：多谢诸位参加夜儿生辰，我只希望他今后健康顺遂，开开心心。席间有人耳语，听闻神女原先还有一子，是与龙族的龙印，陈年就是罢了，那孩子都被神女活生生捏死了。低贱族类，死不足惜，凭什么他们仙族高人一等？凭什么我龙族的命就死不足惜？我紧紧捏着酒杯，砰的一声，杯身4分5裂，众人纷纷侧目。母后，就是他。仲夜指着我，满脸愤恨：一个小小的地府判官勾引妙叔，妙叔这才不愿意同我在一起的。神女流光看向我，眼神睥睨。仲夜添油加醋，他还和魅魔勾结，差点害死我。不是这样的，仲夜你怎么能撒谎？妙叔立刻站出来：叶儿是我一手调教，秉性纯良，你敢质疑他，是被迷了心智吧？天兵天将把我从人群中拉出，逼我跪在大殿中央，区一个判官也敢害吾儿，真是活腻了。神女流光隔空啪啪给我2巴掌，仲夜高兴的鼓掌：你要是现在爬过来舔我的脚，我就让我母后放过你。我缓缓脱下面具，抹去嘴角的血，笑道：做梦。与神女流光对视的那一刻，我看见了她眼底的震惊，一眨眼，她已在我面前死死扼住我的下巴。原来是你！我毫不畏惧地对上那双蓝眸：神女，求您放过他。妙叔飞扑而来，却被天兵摁在一旁。我破开龙角上的法力，一双金龙角照得大殿金碧辉煌，居然是妖龙，龙族竟还有血脉尚在人世。神女，快杀了他！一群人纷纷亮出法器，神女流光的力道也更重了几分。我不怒反笑，身上逐渐长出鳞片。好久不见啊，母后，龙印居然还藏了这一手，你这模样当真像你父亲，令人作呕。在场的人倒吸一口凉气。仲夜怒骂：孽畜，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儿子。他话没说完，就被一股力量击飞在地。忘记说了，我把父亲也带来了，你们好好叙旧吧。一缕龙魂出窍，飞进仲夜身体。仲夜睁眼，瞳孔化作金色，他扭了扭脖子，身体真废，但也勉强能用。你是龙印？神女流光大惊：妖龙离开叶儿的身体。龙印邪笑：不离开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流光，我来找你报仇了。自不量力，大殿瞬间混作一团。父亲，我来帮你！我怒吼一声，龙族血脉彻底苏醒。那些仙家果然是废物，没几下就败下阵来。顾渊，快停下！你要毁了这天界不成？妙叔拿着剑挡在我面前，我冷哼：有何不可？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回头是岸吧。这对错谁说了算？我为光复龙族，于龙族而言就是对。见我不听，妙叔只好拔剑相向。我没有心软，直接将他打得修为全废，软剑断成几截。夫君，停手吧！他抬起头，泪眼婆娑，以为这样喊我就会心软。妙叔，不要脏了我的耳朵，我和你早就不是夫妻了，我不爱你，我恨你，你我生生世世不复相见。